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2022年5月，美國一位單車界嘅明日之星離奇咁喺屋企度遇害，震驚咗成個社區。雖然警方好快就鎖定咗兇手嘅身份，但係兇手一早已經畏罪潛逃。好彩嘅係，經過咗43日嘅跨境追捕行動之後，佢哋成功將兇手逮捕歸案，還死者一個公道。本案嘅死者叫做 Mo， 於1996年5月18號喺 New Hampshire 出世。Mo 嚟自一個運動世家，爸爸 Eric 曾經係美國滑雪隊嘅成員，媽媽 Karen 係一位單車教練，而姑姐 Laura 就係一位職業滑雪運動員，仲曾經代表美國參加過2屆嘅冬季奧運會。Mo 自細就跟住父母搬到咗東北王國生活。東北王國位於 Vermont， 呢度以美麗嘅大自然景觀同埋豐富嘅戶外活動而聞名。除咗著名嘅滑雪勝地 Buck Mountain 之外，呢度亦都有地形豐富嘅單車路徑，可以話係戶外運動愛好者嘅天堂。喺父母嘅耳濡目染之下，Mo好細就接觸到戶外運動。佢跟住爸爸喺雪山度飛馳，又跟住媽媽喺山路度騎行，並對兩項運動都展現咗極高嘅天賦。不過Mo自細就下定決心要成為一位滑雪運動員，並夢想要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，所以佢喺高中時期就進入咗 Buck Mountain 學院。呢間私立高中係滑雪界嘅翹楚，多年以嚟都培育咗唔少頂尖嘅滑雪運動員。美國2屆冬奧金牌得主 Mikaela Shiffrin 就係呢度嘅校友。當時 Mo 已經係學界滑雪比賽嘅常勝軍，排名亦都慢慢攀升到全國第3名。要成功入選國家隊，應該亦都只係時間上嘅問題。然而佢就喺一次訓練嘅時候唔小心跌倒，導致前十字韌帶撕裂。前十字韌帶撕裂可以話係運動員最驚遇到嘅傷病。佢唔單止需要長時間嘅恢復，分分鐘仲可能會終結選手嘅運動生涯。於是Mo不得不暫別賽場，專心養傷。喺休養期間，Mo通過踩單車嚟到進行復健同埋鍛煉，傷勢亦都恢復得唔錯。高中畢業之後，Mo進入咗 Dartmouth College 攻讀工程學士嘅課程。佢喺大學時期復出比賽，亦都斬獲咗唔少嘅殊榮。然而佢又不幸咁遭遇咗第2次嘅前十字韌帶撕裂。呢一次嘅受傷令Mo不得不放棄佢熱愛嘅滑雪運動。佢喺康復之後決定轉換跑道，並開始咗單車選手嘅職業生涯。Mo自細就對單車展現咗極高嘅天賦，加上佢一直都冇停止過踩單車嘅訓練，所以佢只係用咗2年嘅時間，就從一個無名小卒變成咗單車界嘅明日之星。佢喺各項區域性嘅比賽度取得不俗嘅成績，仲喺幾項大型嘅賽事中同其他頂尖嘅選手同場競技，並拎到咗冠軍。Mo嘅單車生涯如日中天，要躋身成為世界頂尖嘅選手完全唔成問題。然而厄運就喺呢個時候揾上咗佢。2022年5月10號，Mo嚟到咗德州嘅 Austin， 準備參加越野單車比賽。雖然呢場比賽高手雲集，不過Mo都係憑住堅強嘅實力，成為咗其中一個奪冠熱門。到達 Austin 之後，Mo就暫住喺好朋友 Cash 嘅屋企度。Cash 係Mo喺比賽度認識嘅朋友，雖然佢哋認識嘅時間唔長，但係感情就非常好。5月11號夜晚10點，啱啱同朋友食完晚飯嘅 Cash 返到咗屋企，一進入間屋，Cash 就發現Mo成身都係血咁瞓咗喺浴室嘅地板度，已經冇咗意識。佢即刻打咗911報警電話，並嘗試幫Mo做 CPR 急救，但係一切都係太遲啦。救護員到達現場之後，證實Mo已經過咗身。Mo嘅身上總共有3處槍傷，其中2槍擊中咗頭部，而另一槍就擊中咗心口。根據現場嘅環境嚟睇，Mo應該係瞓喺地板度俾人近距離射殺噶。由於現場冇被強行進入嘅跡象，所以警方懷疑可能係熟人作案，而 Cash 亦都自然成為咗嫌疑人。不過 Cash 有可靠嘅不在場證據，所以佢嘅嫌疑好快就被排除咗。另外，屋企入邊並冇遺失任何嘅貴重物品，而Mo價值不菲嘅單車
亦都喺附近嘅灌木叢度被發現，所以入室盜竊嘅可能性亦都被排除咗。警方翻查咗住宅區嘅閉路電視，發現一架後邊裝咗單車架嘅黑色吉普車喺案發當時出現喺 Cash 間屋附近。更加令警方覺得可疑嘅係，呢架吉普車喺早晨嘅時候亦都不斷咁喺住宅區度兜圈，睇起嚟好似係喺度踩緊線。可惜閉路電視並冇影到車牌號碼。根據 Cash 嘅口供，Mo 當日約咗一個叫做 Colin 嘅男人見面。36歲嘅 Colin 亦都係一位職業單車選手，佢喺各大比賽中贏得咗多項冠軍，令佢喺單車界聲名大噪，仲獲得同知名大品牌嘅合作機會。於是警方即刻去到咗 Colin 嘅屋企揾佢問話。當 Colin 知道 Mo 嘅死訊之後，佢表現得非常震驚。Colin 表示佢喺案發當日約咗 Mo 去公共泳池度游水，之後再去到酒館食晚飯。酒館嘅閉路電視片段亦都冇見到佢哋當晚嘅互動有任何異常。大約夜晚8點半，Colin 揸電單車送 Mo 返屋企。Mo 落車之後，佢就離開咗。住宅區嘅閉路電視亦都影到咗 Colin 離開嘅身影，所以佢嘅嫌疑亦都暫時被排除咗。呢個時候，警方留意到 Colin 嘅車道上泊住一架後邊裝咗單車架嘅黑色吉普車。而呢架車同閉路電視所影到嘅吉普車非常相似，警方將車牌號碼輸入系統，證實咗吉普車嘅主人係一個叫做 Caitlin 嘅女子，亦即係 Colin 嘅女朋友。35歲嘅 Caitlin 係一位房屋經紀，亦都係一位瑜伽教練。佢中意四周圍旅行，感受當地嘅風土人情。2019年，Caitlin 喺交友 App 度認識咗 Colin， 並開始拍拖。喺 Colin 嘅薰陶之下，Caitlin 亦都慢慢中意咗踩單車，並開始參加業餘級別嘅賽事。2020年，佢哋一齊買咗一間屋，並展開咗同居生活，仲合夥經營翻新拖車房屋嘅生意。Caitlin 負責管理財務，而 Colin 就負責翻新工作，在公在私都相處得非常融洽。不過呢啲都只係外人眼中嘅認知，實際上佢哋嘅感情並唔穩定，仲一直分分合合。2021年秋天，佢哋分咗手。同年10月，Colin 喺比賽度認識咗 Mo， 並開始拍拖。不過呢段戀情只係維持咗好短嘅時間就宣告結束，但係佢哋都仲係維持住朋友嘅關係。之後 Colin 就同 Caitlin 復合咗。不過 Caitlin 嘅妒忌心好重，佢認為 Mo 同 Colin 藕斷絲連，仲曾經 send 短信警告 Mo 同 Colin 斷絕聯繫。但係Colin 並唔想放棄呢段友誼，佢知道 Caitlin 會 check 佢嘅手機，所以就將 Mo 喺自己手機通訊錄入邊嘅名改咗，繼續同佢保持聯繫。案發當日，Colin 瞞住 Caitlin 約 Mo 見面，仲特登唔聽 Caitlin 嘅電話，並 send 短信佢話自己喺出邊忙緊一啲嘢，而佢嘅手機亦都就快冇電啦，似乎想咁樣嚟暗示 Caitlin 唔好打攪佢。咁會唔會係 Caitlin 發現咗 Colin 背住自己同 Mo 見面，所以先至會狠下毒手呢？於是警方 check 咗 Caitlin 嘅手機定位，希望可以了解佢喺案發當晚嘅行蹤。詭異嘅係 Caitlin 嘅手機喺案發當晚竟然完全冇信號記錄，講明佢嘅手機當晚一直都處於飛行模式或者係閂機嘅狀態，似乎喺度刻意隱瞞佢當晚嘅行蹤。雖然 Caitlin 嘅呢個行為好可疑，但係警方目前亦都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可以證明佢有涉案。呢個時候，警方無意中發現 Caitlin 因為喺2018年冇支付美容院嘅賬單，所以佢嘅身上仲孭住一份逮捕令。於是警方就利用呢項罪名將 Caitlin 逮捕，並帶到警局問話。萬萬估唔到呢張係一張無效嘅逮捕令，因為逮捕令上嘅出世日期同 Caitlin 嘅出世日期並唔吻合，所以 Caitlin 就不斷咁用呢個理由要求離開警局，並拒絕回答警方嘅所有問題。無奈之下，警方唯有俾 Caitlin 離開。Mo 遇害嘅新聞被報道出嚟之後，Caitlin 嘅一個朋友聯絡咗警方，並表示 Caitlin 一直都唔中意 Mo 同 Colin 繼續來往，仲曾經講過要殺死 Mo。另外，Caitlin 亦都喺案發之前經常去到射擊場練習開槍。與此同時，警方亦都喺 Colin 同 Caitlin 嘅屋企度揾到咗2支槍。Colin 表示
Caitlyn 之前因為被老爸恐嚇，導致佢非常擔心自己嘅安全，所以 Colin 就買咗一支槍俾 Caitlyn 傍身，亦都順便買咗一支俾自己。彈道測試證實，Caitlyn 支槍就係殺死 Mo 嘅兇器。2022年5月17號，當警方拎住逮捕令想要將 Caitlyn 緝拿歸案嘅時候，先發現佢一早已經畏罪潛逃啦。於是警方即刻對 Caitlyn 發出咗全國通緝令，法警局亦都介入咗追捕行動，仲開出咗5000美元嘅懸紅，希望民眾可以幫手留意，但係就依然冇發現佢嘅蹤影。事實上，Caitlyn 喺案發冇幾耐之後就賣咗自己架吉普車，跟住佢就去到咗紐約同妹妹見面，仲偷咗妹妹嘅護照，並飛到咗 Costa Rica 躲避警方嘅追捕。警方之後先至喺機場嘅閉路電視度發現戴住口罩嘅 Caitlyn 通過保安檢查嘅畫面。呢個時候有線人同警方講，Caitlyn 到埗之後就入住咗青年旅社，於是佢哋即刻聯絡咗當地嘅警方幫手。但係當地嘅青年旅社多不勝數，如果要一間一間去揾嘅話，基本上同大海撈針冇分別，所以亦都自然冇收穫。冇幾耐之後，又有線人提供線索，話 Caitlyn 目前身在 Santa Teresa， 仲開咗瑜伽班授課。Santa Teresa 係 Costa Rica 嘅一個沿岸小鎮，以其壯麗嘅大自然風景、美麗嘅海灘同埋輕鬆悠閒嘅生活方式而聞名，吸引咗世界各地嘅遊客嚟到呢度度假。呢一次，法警局派咗2位探員去到 Santa Teresa 調查，由於呢度嘅遊客眾多，想要揾到 Caitlyn 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於是探員決定喺 Facebook 度發佈招聘瑜伽教練嘅廣告，希望可以引蛇出洞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經過咗幾日嘅等待之後，Caitlyn 真係落咗答。2022年6月29號，喺經過咗43日嘅逃亡之後，Caitlyn 喺當地嘅一間青年旅社被逮捕。當時佢嘅樣貌已經同逮捕令上嘅照片截然不同，佢染咗頭髮，個鼻黐住膠布，嘴唇亦都有啲腫脹。探完之後，亦都喺旅社度揾到咗一張6350美元嘅整容手術收據。雖然佢成功改變咗外貌，但係就依然逃唔過探員嘅法眼。被捕之後，Caitlyn 就被帶返美國受審。不過Caitlyn 並冇安安分分咁喺拘留所度候審。有一日，獄警喺押送 Caitlyn 去到醫院睇病嘅時候，Caitlyn 竟然嘗試逃獄，但係佢最後連圍牆都冇翻過，就俾獄警制服咗。2023年11月1號，本案正式開審。Caitlyn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。辯方表示，冇閉路電視影到 Caitlyn 進入咗間屋，就算 Caitlyn 嘅吉普車出現喺現場，但係亦都冇辦法證明當時揸車嘅人就係 Caitlyn。另外，佢哋仲嘗試合理化 Caitlyn 逃亡嘅行為，並指出佢係因為懷疑 Colin 殺咗 Mo， 佢非常擔心自己將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，所以先至會選擇逃亡。控方指出 Caitlyn 嘅妒忌心好重，佢唔中意 Colin 同 Mo 來往，所以就一直用一款健身 app 嚟到監視 Mo 嘅行蹤。事實上， Mo 一直都有用呢款 app 嚟到記錄自己嘅騎行數據，而佢嘅所有數據都係公開噶，包括 GPS 記錄。控方相信 Caitlyn 喺案發當日一直都喺度跟蹤緊 Mo， 並發現 Colin 背住自己同 Mo 見面，所以就把心一橫將 Mo 殺死。作案之後，Caitlyn 將 Mo 架單車抌咗喺灌木叢度，嘗試偽裝成入室盜竊案。不過佢就喺單車嘅把手同埋坐墊度留低咗自己嘅 DNA， 咁亦都證明咗 Caitlyn 就係兇手。陪審團喺經過咗2個鐘頭嘅討論之後，做出咗裁決。最終 Caitlyn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，獲刑90年，30年後可以申請假釋。之後 Caitlyn 提出上訴，不過都係被法庭駁回。2024年5月，Mo 嘅父母就女女嘅死亡向 Caitlyn 提出咗民事訴訟，並要求100萬美元嘅精神損失賠償金。經過審理之後，法官宣判 Caitlyn 必須向 Mo 嘅父母支付1500萬美元嘅賠償金。事實上，Mo 父母嘅最終目的並唔係為咗錢，而係要通過呢場訴訟禁止 Caitlyn 喺未來通過販賣自己嘅故事俾出版商或者係電影公司嚟到獲利。之後
毛嘅父母成立咗毛 Wilson 基金會嚟到紀念囡囡。基金會秉承咗毛嘅位置，通過支持所有致力於推動體育、休閒活動同埋教育項目嘅組織，激勵大家保持活躍，以創造一個充滿活力嘅健康社區。另外，佢哋亦都希望可以通過呢個基金會，將毛熱愛生活、勇敢追夢嘅精神傳承落去，繼續用生命影響生命。